梁山最强对手，方腊手下最强的10大猛将都有谁？其中之一斩下武松一条手臂，却只能排第10，排在此人前面的9位有多猛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方腊是大宋内部最为强大的反派势力，在宋江前往攻打之前，已经占据巴州25县，成为大宋的心腹大患。尤其是方腊手下猛将如云，连大宋也束手无策。即便是梁山108好汉，面对方腊也显得底气不足。那么，方腊手下的大将到底有多强呢？方腊手下第10猛将名为包道乙，他本是金华山的一名道士，在修道时习得一身飞剑本领，可以在数百米之外取人首级。当初武松与方腊阵中对阵，包道乙用浑元剑从空中飞下，直接砍下武松手臂。虽然有武松大意的原因，但如果包道乙有心，武松被砍掉的就不只是一条手臂了，而且包道乙擅长远攻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近身，其一身妖术也是鬼神莫测。幸好一物降一物，包道乙飞剑虽强，但轰天雷凌阵的火炮打得更远。包道乙最后被凌阵一炮打中，粉身碎骨。包道乙可以说是很难对付了，而他却只是方腊手下第10号人物。方腊手下第9猛将名为刘晕，他是方腊8骠骑之一，曾与梁山大刀关胜大战30回合，未分胜负。要知道，关胜是梁山好汉中战力前5的存在，而他能和关胜相抗，足见其战斗力惊人。后来苏州城被攻破，宋江下令不许放走方腊手下任何一人，但偏偏被这刘晕冲破包围。从这里也能看出他的骁勇。方腊手下第8猛将是智慧超群的吕师囊。方腊之所以能成事，就是得到吕师囊倾尽家财，全力相助。此人武功高强，从小熟读兵书，堪称文武双全。方腊对其十分信任，让他带领5万士兵和3000战船。不过此人也有弱点，那就是心高气傲，经常小瞧对手。而他的对手宋江虽然武力不太行，心眼却比谁都多，所以吕师囊在和梁山交战中一败再败，从润州逃到常州，从常州逃到苏州，最终还死在金枪将徐宁手中。但即便如此，吕师囊的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。方腊手下第7猛将名为庞万春，此人一手剑术十分惊人，堪称百步穿杨，外号是小养牛鸡。此人手下仅有5000人，却敢独自把守玉岭关，也是艺高人胆大。在卢俊义攻打玉岭关时，庞万春带领5000士兵直接射杀史进、石秀、陈达、杨春、李忠、薛勇、梁山6位好汉，让梁山势力损失惨重。后来在和卢俊义交战中，更是射杀了卢俊义的亲信大将欧鹏，彻底惹恼了梁山2把手。好在庞万春虽然剑术惊人，近战功夫却稀松平常。梁山方面用计将庞万春包围，庞万春在突围中被汤龙勾住了马脚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庞万春被抓，注定没有好下场。梁山众人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，将庞万春剖腹剜心，脑袋也被割了下来。对于庞万春，很多人都惋惜没能看到他和小李广、花荣一较高下，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。另外，庞万春只是第7猛将，就能斩杀6位梁山好汉，那更靠前的几位又是如何勇猛呢？梁山最强对手方腊手下10位大将斩杀了梁山72位好汉，方腊军到底有多强？其中4大元帅便足以让梁山瑟瑟发抖。方腊手下第6位大将名叫司行方，他在读者群中的人气不是很高，但却是方腊势力的实权人物，是4大元帅之一，更是被派为护国大将。梁山攻打杭州的时候，司行方率军前去救援，刚到就斩杀了梁山好汉插翅虎雷横。其实从这一战也能看出其武艺不俗，只不过司行方登场后基本都是乱战，极少显露武艺。他之后被呼延灼率兵击败，又被卢俊义领兵追杀。要知道卢俊义的名声在当世是无敌的象征，司行方虽强，却远不是卢俊义的对手，所以看到卢俊义杀来，司行方心惊胆战，竟然吓得落水而死，着实死得非常憋屈。司行方名头如此吓人，却在出场不久就遭遇梁山最强战力，只能说是他出门没有看黄历，运气着实不好。方腊手下第5位大将名叫厉天润，同样是4大元帅之一，被拜为镇国将军。要说这4大元帅其实也是有高低的，厉天润在4大元帅中排第3，武艺比司行方还要高上一筹。在出场后，厉天润直接斩杀了小霸王周通，为他的兄弟厉天佑报了仇。随后他又和张青、董平交手，要知道这2人在梁山中也属于高端战力，却被厉天润一一斩杀。
虽然金枪将董平在交战时左手受伤，发挥不出平时的实力，却也不至于如此狼狈。而张青更是憋屈，当初上梁山时，他一手10子功夫打得众人狼狈至极，而这一次他的枪直接扎到树上拔不下来，被厉天润趁机戳中腹部而亡。虽然这2场打斗都有运气作祟，但同时斩杀梁山2大高端战力，足见其强悍。后来梁山第一战力卢俊义与厉天润交战时，也是用了30回合才将其斩杀。到这里，梁山已经开始折损高端战力，方腊的高端战力也的确强得惊人。方腊手下第4位大将名叫王寅，也是文武双全之辈，被方腊任作兵部尚书，掌管手下一切军务。此人虽然任文职，但却是石匠出身，练就一身武艺，还有一匹名为转山飞的宝马，对战时更是如虎添翼。王寅出场之后，用计杀死圣水将单廷圭、神火将魏定国。在城破之后，王寅骑着转山飞逃亡，还能杀死青岩虎李云、石将军石勇，堪称万夫莫敌。梁山众人知道跑了王寅，日后会更难对付，况且还要给兄弟报仇，因此都不顾一切要将王寅留下。于是孙立、黄信、邹渊、邹润4人直接上前围攻，却也无法将王寅留住。好在后来豹子头林冲也赶到，合5人之力才将王寅制服，将其乱刀分尸。要知道，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，在梁山中也是高端战力之一，林冲加上其余4人才将王寅斩杀。由此可见王寅战斗力有多强，更何况王寅还十分擅长计谋，这更是一个加分项，也难怪他能在方腊手下排第4了。第4名尚且如此，那方腊手下的前3名大将又都有什么本事呢？方腊10大大将能碾压梁山好汉，如果梁山没有这个人，征讨方腊，宋江或大败而归。盘点方腊麾下排名前3的大将，你知道几个？方腊手下猛将如云，前3名个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第3名猛将名为邓元觉，在4大元帅中排行第2。他原本是歙州僧人，被称为宝光如来，一把混铁禅杖耍得虎虎生威，十分威猛。在梁山好汉中也有一位战力超强的和尚，那就是花和尚鲁智深。2人同为和尚，也都是武艺高强之人，走的还都是刚猛路子，绝对是难得的对手。好在2人没有像花荣和庞万春那样错过，2人在战场上有直接交手的机会，而且是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负。虽然不分胜负，但实际上却是邓元觉占据优势，因为当时武松害怕鲁智深有失，主动上前助战，而邓元觉是在力敌2人觉得打不过之后才小心退走。由此可见，邓元觉的实力应该比鲁智深强一些。要知道，在步战好汉中，鲁智深应该是最强战力了，但他却要和武松一起才能压制邓元觉，那邓元觉该是何等可怕！后来邓元觉中了宋江诱敌深入之计，被埋伏在一边的花荣一箭射死，这就印证了那句老话：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方腊手下第2名猛将是4大元帅之首的石宝，被称为南离大将军。在宋军攻城的时候，石宝负责镇守北城门，而进攻北城门的是马军高端战力大刀关胜。当时关胜和石宝大战20回合，关胜认为石宝的刀法极强，不弱于自己。要知道，刀法只是石宝的武器库之一，他另一手独门绝技是流星锤，所以综合实力上，石宝应该是强于关胜的。在之后的对阵中，石宝又接连杀死索超、邓飞、鲍旭、马林、燕顺等5位好汉，和梁山结下了血海深仇。后来方腊势力穷途末路，石宝知道自己逃不出去，又清楚自己杀死那么多梁山将领，一旦被俘，必然面临生不如死的场景，所以石宝最后自刎而死，也算死得干净利落。据统计，石宝是亲手杀死梁山好汉最多的人，可以说是梁山好汉的噩梦。方腊手下最强战力，则是手持方天画戟的猛将方杰。此人虽然是方腊的侄子，但却不是关系户，而是凭借自己一身本领赢得上将军的地位。方杰到底有多强呢？第一，他斩杀梁山高端战力霹雳火秦明，虽然里面得到偏将扔飞刀相助，却也显出他的本事。第二，方杰力战梁山4将，这4位大将可不是一般人，分别是关胜、花荣、李应和朱仝。虽然李应和朱仝不显眼，但关胜和花荣可都是高端战力。这一战的方杰有点吕布战3英的风采了。当然，方杰最终还是无法抵挡4人进攻，只能边打边退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卧底的柴进大官人半路杀出，直接偷袭斩杀了这位方腊手下第1猛将，也着实让人唏嘘。这一番比较下来，方腊手下高端战力似乎要比梁山强一些。不过梁山卢俊义的存在让所有人都黯然失色。
色。毕竟卢俊义可是作者钦定的马步军中第一，甘棒天下无对。你认为梁山好汉对手中实力最强的是谁？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